中国本周迎来多国政府首脑、高级官员的密集访华，而就在6号，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刚刚圆满收官。中国领导人在5天时间内密集举行了42场会晤，中国外交正展现出不同凡响的主动姿态。9月8号晚，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抵达北京，正式开启访华行程。这是桑切斯去年3月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并正式访问中国之后，时隔1年多再次访华。桑切斯抵京后，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写道：“我们的目标是保持双边关系发展势头，加强经贸关系，促进西班牙文化、教育和科学在中国的交流。”据中国外交部介绍，桑切斯访问期间，双方将共同举办中西论坛、两国企业顾问委员会会议及商务论坛等活动。此外，桑切斯此行还安排了上海站，与一些中企建立商业联系，探讨投资、经济互惠的更多可能性。他还将为在上海开设新的塞万提斯学院揭幕。塞万提斯学院是西班牙于1991年创建的公共机构，旨在促进西班牙语的教学、学习与使用，并为西班牙文化的国外传播做出贡献。深圳卫视注意到，桑切斯此次访问具有鲜明的经济特征。西班牙经济、贸易和企业大臣卡洛斯·奎尔波和外交大臣何塞·曼努埃尔·阿尔瓦雷斯随行。代表团中包括众多西班牙商业巨头的代表，如西班牙对外银行、联合技术公司、西班牙石油公司等。汽车行业也是此行的战略重点之一。零部件制造商安通凌和海斯坦普也加入代表团。对于桑切斯此访，西班牙舆论称，此次首相出访的主要目的是加强中西两国的商业联系，并努力缓解双边经济挑战与摩擦。根据西班牙政府内部消息人士透露，双方将在会晤中探讨国际地缘政治局势、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以及中国对欧盟进口猪肉及猪副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等重要议题。针对欧盟拟对中国产电车加征高额关税，挪威就是不跟风的例子，对中国电动车采取开明态度。挪威首相斯特勒9号抵达北京前表示，挪威和中国是相互尊重的朋友，尽管两国存在一些分歧，但挪威必须与中国进行合作和贸易往来，不会选择完全倒向美国的外交路线。当被问及是否会购买中国电动汽车时，斯特勒回应说，没有人建议我不要这样做，我有一辆德国电动汽车，但我不怕坐进中国的电动汽车。他强调，挪威没有对中国汽车加征关税。挪威是世界上电动汽车密度最高的国家，根据挪威统计局的数据，去年在挪威销售的所有个人汽车中，1/4是电动汽车。8月份，挪威电动汽车占该国新车注册量的94.3%，为全球最高。挪威道路联合会的数据显示，挪威进口的电动汽车中，超过12%由中国品牌制造。实际上，挪威是一个高海拔的北欧国家，冬天持续时间长，并不利于电动车使用。但由于挪威清洁电力资源极其丰富，政府又大力推广使用电动车，给当地的电动车发展带来有利的发展条件。中挪在多个领域合作空间广阔。8号，中国人民银行就与挪威央行签署了合作谅解备忘录，就宏观经济形势、货币政策、金融稳定及其他领域加强双边交流与合作。需要指出的是，仅有500万人口的挪威，不仅是全球人均 GDP 最高的国家之一，还是全球规模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拥有者，富裕程度甚至远超北欧其他国家。挪威主权财富基金因其持续亮眼的投资收益，被投资人冠名最牛股神。最新数据显示，该基金的规模已超过18万亿挪威克朗，折合人民币约12万亿元，基金财富国民人均达240万元。今年上半年的投资回报率为8.6%。除了欧洲国家领导人本周密集访华外，新加坡外长维文也在同一时间点来到中国。9号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谈，两人在会谈前微笑握手，在开场白中互以好朋友、老朋友称呼。王毅说，当今世界变乱交织，中新作为两支稳定力量，有必要加强战略协调和沟通。他还提出要用好互免签证政策利好，扩大人员往来。维文表示，新加坡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明确反对台独，愿以明年新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筹备好高层往来，拓展全方位合作。双方表示将加强协调，共同推动即将举行的东亚合作领导人会议取得积极成果。对于新加坡来说，如果要想在大国之间更好地发挥一种积极的协调角色、平衡作用，那么呢，实际上和中国能够进一步的延续过去良好的合作势头是非常重要的，也有助于新加坡应对其他大国这种不确定性。当地时间7号，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和英国军情6处主管摩尔在伦敦同场现身。
这是美英两国两大情报部门负责人77年来的首次同框，被认为极为罕见。二人还共同发文，一边强调美英稳固的情报伙伴关系，一边炒作所谓的中俄威胁。美国中情局局长伯恩斯在英国伦敦访问期间，与英国军情6处负责人摩尔出席了一场公开活动。两人看似轻松地坐在沙发上，但讨论的却是极其敏感的情报议题。主办方也做足保密工作，活动开始前甚至无人知晓嘉宾是谁。I think we've been at the same place, Ruler, but I don't think we've ever appeared in public together. 美英跨大西洋特殊关系维持逾100年，两国在2战期间就建立起紧密的情报伙伴关系，同为西方最老牌军情同盟五眼联盟成员，如今已经共享情报长达77年之久。但这却是两国两大情报机构负责人首次公开联合露面，引发外界高度关注。伯恩斯和摩尔都表示，联合露面的一个目的是强调美英关系的牢固性，也是警告世界面临日益严重的危险的最新举措。We have no better foreign partner in the world. My agency doesn't than SIS. This is a moment when those partnerships in a very complicated and contested world matters more than ever. 此前与之最类似的场合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与英国军情5处负责人曾于2022年在伦敦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这两个部门的主要职责都是处理对内情报事务，应对国家安全危机。相比之下，美国中情局和英国军情6处承担的则是对外情报任务。两个机构的负责人均曾是外交官员。68岁的伯恩斯是一名职业外交官，曾担任美国副国务卿，但目前从事间谍工作。61岁的摩尔则是职业情报官员出身，此前也曾担任外交官。特殊时期的特殊的会面，以及这段时间的频繁的交流和这个应对，那么其实背后有比较明确的美国国内政治的背景。在这种时候呢，尽可能表现出中国威胁论、俄罗斯威胁论啊，才能表现出民主党政府的艰难、民主党政府的应对得当啊，民主党政府的存在合理性。外界注意到，美英虽极力展现团结，但在中东议题上却存在微妙分歧。伯恩斯和摩尔在文章中表示，他们正努力不懈地推动加沙停火，两大情报机构已经利用其情报渠道，努力推动克制和缓和局势。伯恩斯8月曾前往埃及参加停火谈判，并多次释放协议即将达成的积极信号。英国虽然也是以色列的盟友，但伦敦在本月初暂停了对以色列的部分武器出口。英方认为向以色列出口某些军事产品存在明显风险。不过，有分析指，虽然英国军情6处是一个老牌情报机构，美英也是非常紧密的伙伴，但如今由于两国实力悬殊，英国军情6处多数时间是在配合美方。值得警惕的是，美英情报头子虽然将俄乌反恐视作当前最紧迫的威胁，但从长远来看，却将中国定为21世纪的主要情报和地缘政治挑战。伯恩斯借着批评俄罗斯扯到了中国，强行拿中俄正常贸易往来说事。但伯恩斯同时承认，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表明中国援俄。在文章中，美国中情局和英国军情6处表示，应对中国崛起已经是优先事项。他对于中国的其实这些年的，包括在国际上的抹黑呀、污名化其实一直在进行，啊，只不过这次呢，这个比较公开的去针对中国来做文章，干涉中国内政啊，这个甚至说把这个希望能把这个台湾问题最后乌克兰化，特别是情报系统啊。这个和军方它是有这个明确的目的的。中国外交部对此曾回应称，感谢伯恩斯的提醒，中方将一如既往地做好防范工作，不会让美国的非法行径得逞。事实上，今年以来，中国国安部门已经多次披露美国中情局或英国军情6处策反中国人员的案件。去年7月1号，新修订的反间谍法也已开始施行，这是党的20大后中国在国家安全领域的第一部专门立法。哈里斯和特朗普的首场电视辩论将于当地时间10号晚举行。民主党给哈里斯专门展开了针对性特训，而特朗普则显得较为放松，继续把精力投入选举造势集会。美国总统大选第2次电视辩论预计将在美国东部时间9月10号21点在费城举行，持续90分钟。这也是哈里斯接棒拜登参选后与特朗普首次同台正面交锋。值得注意的是，在11月的投票日前，两人之间暂未安排其他辩论，所以10号的辩论可能是哈里斯与特朗普的唯一一次同框交锋。当地时间8号，哈里斯被拍到与丈夫手牵手散步。当记者提问其是否做好辩论准备时，哈里斯显得自信满满。
Are you ready, Madam Vice President? Ready. 由于拜登在6月底与特朗普举行的首次辩论时发挥失常，表现堪称灾难现场，令选民大失所望，支持率骤降，进而被迫退选。所以，民主党对此次哈里斯亮相辩论场格外重视。据报道，哈里斯已于5号前往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一间酒店进行针对性特训，并且邀请了高级政策顾问科索格卢以及美剧《纸牌屋》顾问邓恩协助备战。邓恩于2012年、2016年分别主导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和前国务卿希拉里的总统大选辩论准备工作。据悉，哈里斯和他的团队仔细研究了特朗普以往参加过的大选电视辩论，包括2016年与希拉里、2020年和今年6月与拜登的辩论。哈里斯还与民主党顾问、之前做过希拉里幕僚的莱恩斯进行模拟辩论，由后者扮演特朗普的角色，模拟其风格对哈里斯展开进攻。不过，经验丰富、口齿伶俐的哈里斯近日也被指在脱稿演讲时容易放飞自我。哈里斯与其副手沃尔兹的最新专访就被共和党人指责是预录制的，以躲避被直面提问时不知该如何发挥的问题。本月4号，佐治亚州一所高中发生枪击案，导致2名教师和2名学生死亡。哈里斯随后在一场竞选集会上就枪支暴力发表了演讲，结果他的这番脱稿演讲招致了不少批评和质疑。美国舆论指责拜登哈里斯政府在空枪问题上毫无作为。 It's senseless. It is. We've got to stop it. And we have to end this epidemic of gun violence in our country once and for all. 针对哈里斯团队有针对性的特训，特朗普的团队则表示不会找替身模拟对手以进行特训，只会与政治顾问讨论此次辩论可能涉及到的问题，并且继续将精力投入为选举造势的集会。此外，特朗普7号在威斯康星州的竞选演说中再次语出惊人，声称如果自己没有赢得总统选举，今年的总统选举也可能是美国最后一次大选。他同时称，在哈里斯的领导下，以色列必将灭亡。 And if I don't win this election, Israel, with Comrade Kamala Harris at the helm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doomed. Israel is doomed. That's a tough statement. Israel will be gone. 1 year, 2 years, Israel will no longer exist like we've never had. We may have no country left. It may be our last election. You want to know the truth? People have said that. This may be our last election. You got to get out and vote. This could be our last election. It'll all be over. 在当天的演说中，特朗普还预测，无论他与哈里斯的辩论表现如何，媒体都会说他输了。特朗普坚称，在辩论结束后，自己会受到媒体的不公平对待，并将矛头对准主办辩论的美国广播公司。此前，特朗普曾提议改制福克斯新闻举办此次辩论，遭到哈里斯团队的拒绝。特朗普还在集会上再次就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支持哈里斯的言论发声，表示不理解。 I knew Putin. I knew him well. And, you know, he endorsed, I don't know if you saw the other day, he endorsed Kamala. He endorsed Kamala. I was very offended by that. I wonder why he endorsed Kamala. 普京本月5号曾表态，将按照美国现任总统拜登的推荐，在美国总统选举中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普京说，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对俄罗斯实施了大量制裁，希望哈里斯不要这样做。Фаворитом, если можно так сказать, был действующий президент господин Байден. Вот он его сняли с гонки, но он рекомендовал всем своим значит, сторонникам поддержать госпожу Харрис. Ну вот и мы тоже так сделаем, будем ее поддерживать. Во-вторых, она так выразительно и заразительно смеется, что это говорит о том, что у нее все хорошо.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还在集会上扬言将提高其他国家放弃使用美元的成本。Many countries are leaving the dollar. They're not going to leave the dollar with me. I'll say, you leave the dollar. You're not doing busines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we're going to put 100% tariff on your goods. 分析称，特朗普这番表述与他的竞选策略有关。威斯康星州是特朗普与对手哈里斯争夺的最关键的摇摆州之一，两人都在争取该州工薪阶层选民的支持，而这些选民对拜登的经济议程不满意。
辩论开打前夕，一项最新全美民意调查显示，特朗普以48%对47%的支持率微幅领先于哈里斯。尽管这一数字仍在3个百分点误差范围内，但有分析认为，民主党换人红利期一过，哈里斯鲜少清晰阐述政策的短板就凸显出来。而特朗普在度过了艰难的1个月之后，其频繁演说所表达的政治理念反而给他带来稳定性优势，并且支持他的核心选民群体并未受到影响，支持率仍然非常坚挺。美国舆论则希望在即将举行的辩论中，双方都能够摆出自己的政策，减少无意义的政治争论。有来自摇摆州宾夕法尼亚州的独立选民称，从过去几次大选辩论来看，电视辩论只是一个平台，只看谁喊得最响，谁的妙语能成为头条新闻，但选民没有听到任何实质性的东西。观察认为，这场辩论不会像特朗普与拜登之前的交锋那么戏剧性，但在双方支持率焦灼的情况下，可能对选举胜负起到关键影响。